哎，请问谁会吃什么地中海料理啊？10分钟前的我如是说道，然而谁知道瞬间打脸。这种阿拉伯菜真的是越吃越上头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带着探秘的心情啊，来看一下这种异域料理到底好不好吃。然后我的心中有个疑问，就是什么才算地中海料理？然后从还没进这家店开始，这气氛就已经有那味儿了，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站出来几个阿拉伯人开始跳舞。然后点菜就花了我们很长时间。然后第一个上了一个不知道是茶还是汤的东西，于是我抱着喝毒药的心情尝试了一口，它是很甜的花香。接着我们的第一盘就是主菜，好像是一道阿拉伯名菜，其实就是3坨酱泥蘸面包片，你可以站着吃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全部挖上去一口吃。第一个就像孜然玉米土豆泥的味道，口感特别的细腻，然后这个看上去应该是麻辣味的吧，这个有点像番茄烤鱼味。最后这个还有点神奇，是蒜蓉石榴味，我只能说这是无法描述的咸甜口味。然后又是一道很奇怪的菜，里边包的其实是肉末跟炒饭，感觉又长见识了。又是一道没吃过的菜。这个菜吃起来很像是羊肉炒饭，但它香料更多，就是味道更丰富。然后下一道菜是一盘类似茄饼的东西，里面加的是肉末和煮软的土豆片，吃起来特别的软，甚至还有点辣，但里面全都是一抿就烂的状态，这个还挺好吃。接下来上了一碗羊奶汤，奶香芝士汤，但是里面又有一种辣辣的味道，今天真的是把爷吃懵了。然后是一盘很好看的烤三文鱼，上面好像是一些土豆丝儿，但这道菜最经典的其实是它下面那个橙色的酱料，配上那一圈坚果和蔓越莓，那个味道非常特别，它就像是陈皮加肉酱混在一块的感觉，还有一点番茄的味道。这道菜的精华就是这个蘸酱。然后上了一盘香肠，这个香肠端上来的时候还在疯狂的冒油，而且它的肠衣特别的薄，吃起来就是外脆里嫩，下面的酱泥也要蘸一点。然后又是一道特别硬的菜，紫阳的羊排，这个菜怎么说呢？那个肉惊奇的嫩，羊肉味比较弱，反而是很蔬菜的味道。好吃，蛮有趣的。虽然我已经有点饱了，但我们还有一份主菜，咖喱炖牛肉，名字是我乱取了哈。这几坨牛肉已经被炖得很烂了，还是特别的软。阿拉伯人牙齿是不是不太好？然后最后的甜品果然不出意料，羊奶冰淇淋，奶味特别重，然后下面是一层曲奇一样的东西，是香醇的味道。哇，今天也算是第一次认识的地中海料理，感觉主菜部分特别好，阿基推荐指数可以给9分，非常好。你看玩意儿，我可以说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震撼吗？怎么才能把肉烤成这个样子呀？我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没有不好吃的料理，只有不会做的师傅。想不到吧？就连这种日本人经常吃的烧鸟串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吃。虽然我没怎么吃明白，但我极受震撼。这家店其实并不是日本烧鸟界的天花板，但我看了一下排名，其实也很接近的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，一个我妈开塞的 cos 那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又追加了很多单品。小菜是一大盘蔬菜，惊了，跳过可以吗？生的茄子。前菜的第一道还比较惊喜，烟熏鸡腿肉和鸡胸肉，只有上下2层一点点是熟的，中间纯生，蘸一丢盐还是挺好吃的。然后是一道很迷的前菜，生鸡蛋拌萝卜啊，一点不夸张，还真的就是生萝卜。还好萝卜是甜的，然后是一份3拼小菜，从右到左，第一个是鸡心，外面裹的一层是2种芝麻，甜口的鸡心还是第一次吃。旁边的这个是肝，这个口感巨好，因为它里面是生的，在嘴巴里一下就化开了。然后就到我们的第一个烤串了，上来第一个就是最油腻的崩基地，就是鸡屁股，真的是金灿灿的颜色，全是油。吃完这种烤串喝一杯可乐肯定很爽，但是我不能再这样继续胖下去了，所以我最近都在喝元气森林的气泡水，零糖零脂零卡，特别是这个葡萄味的，吃了油腻辛辣的东西过后，喝一口感觉又活过来了，不愧是瘦宅快的水。说回刚才的烤串，下一串是鸡脖子，师傅跟我们讲这个串的皮和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有明显的层次感，那个皮吃起来跟牛肚一样有韧劲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最期待的提灯，提灯可以说是烧鸟界里面非常高级的一个串，就是把鸡的那个和还没有成熟的蛋串在一块儿，然后你一定要一口吃，那个口感特别神奇。开始的时候先是蛋液的味道，然后是后面那个部位独有的香甜，还很有嚼劲，不要怕，这个要点。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配了一个成熟的蛋黄，要用尖端把蛋黄戳破，然后裹满那个蛋液吃才香。这个串非常的日本，蛋液的鲜味完美的衬托出了鸡肉和酱汁的香甜，非常绝。我们还是来点素菜缓一下吧。芝士烤番茄，烤出来的番茄还真的有一股独特的炭火香气，然后就是特别的软，你用筷子一夹它都在爆汁儿。然后是烤的玉米笋，不过里面并没有被烤到，其实就是脆一点的水果玉米的味道。接着继续干硬菜，柠檬鸡翅，其实挤不挤柠檬都行，来一丢丢不会那么腻。感觉这个鸡翅怎么这么大，深色的那一面已经跟薯片一样脆了。咬开之后里面直接爆油。接下来是茶碗蒸蛋，它在上面浇了一层鸡汤，里面还放了一坨烤鸡，那白果香菇肯定也是有的。又到了我最爱的内脏鸡心，这个要的是盐烤，因为鸡心本身味道就很好了，只需要一点盐衬托出来就可以。接下来是鸡腿肉卷大葱，肉用的是鸡腿靠近鸡爪的那个部分，韧劲很足。然后是一串纯鸡腿肉，你们看到那个鸡皮了没？它那个皮下面还带了一层脂肪，光是放盘上就在冒油。然后他家的鸡皮特别有讲究，他们是把鸡皮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，这样每一小片的边缘都能被烤到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亲子冬，感觉今天吃了好多蛋黄啊，不过味道是好的。最后的甜品是焦糖鸡蛋布丁，怎么又是鸡蛋？这个甜品巨扎实，吃完这个你还没饱，我只能称你为勇士了。感觉今天虽然吃了很爽，但也很油，所以出店之后来一瓶元气森林气泡水的山楂味，非常的合适，它就像带气的山楂汁儿，喝起来的味道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，非常的夏天，感觉把我烤串的罪恶感都抵消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。
卡玩意儿。上次在迪士尼买的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啊！听说日本环球影城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的坑爹玩意儿，正好也刚看完《鬼灭之刃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连夜飞到了大阪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好了，明天见。你们知道在日本《鬼灭之刃》的周边有多难抢吗？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，还要跟一群活力四射的高中生抢玩具，这合理吗？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耶，到迪士尼喽！果然，人类为了主题乐园都是可以不睡觉的，这合理吗？然后进园的第一站，我们就直接冲向了《鬼灭》的园区。毕竟现在排队排的最长的还是祢豆子，因为它是限量发售。中午来肯定就没了，真好看呀，家人们，它真的很精致哎！啊，发现一只大狗子，好乖哦！等一下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来了这么多次环球影城，我都没穿过魔法袍。这个衣服的价格虽然真的很坑，但今天还是浅穿一下吧。嘿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进入正题，又到了补充能量的时候。最近呢还是我们的老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优质蛋白和优质淀粉。这个小面包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。然后旁边就是鬼灭的园区，先来买个铜锣烧，这个是善意被下弦打伤时候的样子，这个造型特别的蠢萌。它里面加的是些栗子、炼乳、红豆，7分。然后排队到里面的话就可以买到些套餐，不过里面的主题还停留在无限列车篇，所以全都是大哥。大家看这个平平无奇的蛋糕，800块，它是那种又酸又甜的柠檬慕斯。大哥真的喜欢吃这个吗？感觉又被坑了，6分。这个应该是岩柱的剑吧？怎么感觉那么像一支铅笔？但要说之前吃过最好吃的还是这个小黄人的面包，它里面是奶油蟹肉味，你们敢信？而且它又松软，馅儿又很多，好香啊！但其实我更推荐巧克力味的。这是一家马里奥开的甜品店，这个店还是第一次来，这里面的装修还挺还原的，有点想要这个。这是一个蘑菇队长的饮料桶和一个马里奥的草莓奶油蛋糕，我绝不是因为它可爱才买的哈，但有一说一，这个蛋糕比迪士尼的好吃太多了。它里面这个是有夹心的啊，还有一杯路易吉的汽水，好酸，上面的香草冰淇淋才是本体。然后这个蘑菇队长其实是一个可乐桶，哎，不是那个可乐桶。这家店整体不错，8分。我以后出去探店就用这个瓶子了。然后在路边又看到一家没吃过的，它这个居然是一杯芝士烩饭，哇，逛主题乐园就是要吃这种优质碳水才行啊。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侏罗纪公园里面，以恐龙近亲为原材料的世界名菜，哎，烤大鸡腿。大阪环球影城的第1名，大鸡腿子啊！刚才不是才说哈利波特吗？而且它那个烟熏的味道比隔壁家的香多了。然后最后我们再去马里奥的家里做做客。我们也来有到吃马里奥的食物。这个取餐牌第2次看到它还是觉得好可爱。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？上一次没有点这个蘑菇头，这一次我们就把它脑浆都吸干。这个很好吃啊！这样快乐的一天又结束了。今天没吃多少，应该不会长胖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今天是在干嘛的？阿宝宝，小青椒吗？今天这家烧鸟店终于把我吃服气了，我真的是约了他1个月才约到。非常讨厌日本这种耍大牌的店，所以他要是不好吃，我就把他骂死。这个一定要一口吃。今天就来看看，我感觉我要被蛋液淹没了。这家在塔贝罗沟上面有4.17分的烧鸟店是什么样子？又到吃烧鸟串的日子。今天去的这个站叫压上站，那就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压得上。稍稍迟到了，下回感觉会被骂，因为非常严格。哎，吃东西不要想那么多。这种完全预制的烧鸟店有个特点，就是主厨会给你一直上菜，直到你把房子卖了或者你亲自叫停，他才会停。然后主厨旁边会放一个这个锤子，你们知道是干嘛用的吗？就是当你结账的时候，主厨如果发现你钱没带够，哎，他就会。不过啊，看到这3个师傅都没有头发，心里对味道还是放心了很多。好了，第一个串是烤鸡心，上面放了一点姜丝，它这个吃起来有点特别的是，里面全是那个心脏的肉汁，还不全是鸡的油水，其实更像是甲鱼汤的那个鲜味，特别的好吃啊。鸡心的软硬和盐的厚度也刚刚好，我甚至开始有点期待下一串了。接下来这个是鸡胗，挤上一点柠檬，它这个头其实还有点大，不要看它外面那么难嚼，但它其实里面是生软的，这种半生不熟的就很考验师傅的基本功。上了是一盘豆腐前菜，浇上一点酱油就可以吃了，表皮酥脆，里面的嫩豆腐还很扎实。接下来这个是鸡脖子肉，我经常在想鸡脖子不是没什么肉吗？这一整串一只鸡到底够不够得了？但它的肉质是真的很嫩，就特别的弹牙，这个部位真的贼好吃。吃多了肉，我们再来点素菜啊，烤大香菇。师傅还专门提醒说小心里面的油水烫嘴，你看光是这样摇都看得到里面的油水在动。它是先腌了之后再烤，哇哦！然后这个是鸡脆骨，边角都有点烤焦了，我觉得它那个骨头吃起来肯定很脆。它这个真的是肉跟骨头是连在一块的，就不是那种超市里面看到的假的。骨肉相连的那个地方油脂特别的多。然后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它居然没有给我配蛋黄。它这个肉丸咬开里面还有惊喜，就是里面全是脆骨，嚼起来都是嘎吱嘎吱的。接下来是一串银杏，其实就是白果吧，真的很像烤小土豆。然后师傅好像听到了我们在讨论为什么提灯还没上，这次的提灯蛋液特别的饱满。其实要一口吃，主要是因为提灯的重点其实是后面卵巢的部分，未成熟的卵其实只是充当一个背景的作用，衬托出卵巢肉质的嫩。接下来又是一个稀少部位，鸡的食道，这个吃起来的整体感觉就是巨弹牙，然后怎么嚼都嚼不烂。哎呀，它食道的外面一圈还是脂肪。然后是一盘形状怪异的青椒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椒，我还是第一次吃。
它是圆的，它吃起来其实是甜的，上面还有一点芝士碎末，比普通青椒的皮更多更厚。然后是鸡中翅，都已经帮你切好了，虽然很香，但我还是更喜欢肯德基的辣翅。然后是2种不同部位的鸡腿肉，两个的口感还是有微妙的区别，但是都是嫩化的那种，就是基本功嘛。最后还给我上了一串鸭肉，我其实已经有点吃不下了，我们还是让师傅最后烤个素菜吧。还真就给我上了这么大一坨山药，不过这个山药其实烤的挺甜的，感觉自己像在吃藕，就是这个拉丝看起来有点奇怪。好了，最后不管多撑，还是要用碳水来解决才有满足感。这是烧酒店必备的亲子冬，它还在表面上浇了一层蛋液，中间还有海苔，吃起来的味觉体验还是挺丰富的。甜品是一个菠萝。那它其实就是一个菠萝的味道，这个应该比较好脑补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是要比普通的店好一些。卡玩意儿。